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化学必修2频道的直播员45。在上一期视频中，我们复盘了 TOC8 国际邀请赛，对比了 CN 选手与海外赛区选手在使用决斗大师这套阵容时的表现，差异主要体现在装备理解上。那么这期视频，我们再来看看国内外选手对于海克斯选择的不同理解。我们取比较有参考性的半决赛、决赛来对比，发现国内外选手的前4率相差无几，但相比国内选手，海外赛区选手会更擅长在前期利用经济海克斯建立优势，从而在游戏中后期有机会找到更高的上限，去弥补经济海克斯亏损的那部分战力。这其中便体现了提速求活的理念。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实战画面。Bishop 选手选择零汤匙、新巨人家玩出拼上减脂的大城露娜。VVPlay 选手选择银汤匙，做出了8人口6决带上猴子脚月的决斗大师。同样是 VVPlay 选手选择1223，做出了大城莲华。米拉拉选手选择2局游神的盟友，一局是3星阿克斯，并找到3星佐伊的上限，一局是3星奇亚娜的饱满决斗。在这些对局中，他们的提速思路都收效显著，帮助他们取得了不错的名次。而 CN 选手在海克斯的选择上会更偏好3战力，在各阵容相对平衡的环境下，这样的选择能让他们在8人口面对其他阵容时更加从容不迫，进而更有余裕去提升人口，补充更高的质量。这便体现了高质量求胜的理念。就如关少爷在半决赛中吃鸡的这局森林莲华，9人口大城，前排扎实，后排也有辛德拉、千珏、沙皇3个输出点。可乐在另一场对局中的森林莲华也成功吃鸡，找到了3星千珏与3星阿离，阵容本身的意志就足够强势，搭配上这样饱满的海克斯，更是无懈可击。小小猎手选取的斗舍追出了3星希维尔作为主 C， 起初解说还在质疑阵容强度，但后续他依旧凭借着3战力海克斯以及扎实的阵容质量取得了第2。当然，选手之间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，CN 选手也有在合适的时刻选取经济海克斯打出节奏的优异表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半决赛的第3局中，一则与小小猎手不约而同的选择4倍增援，一则是8人口急需2星加里奥补充前排质量的减脂，而小小猎手是急需2星艾希作为输出主力的护卫狙。选取了4倍增援之后，一则得以从容向久，小小猎手也稳住了场面，而且前面他们选择的海克斯战力也相当不错，所以这样的选择帮助他们取得了不错的排名。而海外赛区选手也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就如Coco选手选出双经济海克斯停在8人口，即便使用的阵容是上限不错的森林莲华，还是遗憾告负。又如此次赛事的冠军 Pastable 选手，在一场对局中他选出了饱满的3战力决斗，但直到被送走依然没能收到2星盲僧，这时不知他是否会想念前面被他忽略的4倍增援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对比了国内外选手的海克斯选择，其中体现了他们对求活求胜的取舍，二者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在合适的时候选取适合的海克斯才是取得好名次的关键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观众的耐心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